好的，好，我是徐歪姐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哦。こんばんは，就这样来到了上课第一周的最后一天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快乐、跟开心、跟满足。其实我一开始来之前，就是毕竟是一个超级大的转换，其实很难知道到底会怎么样，会有点担心。然后现在觉得来了之后，真的觉得好像真的可以继续下去哦，好像不会想要逃走的感觉，想要更会讲日文的感觉。上课的方面，就是我其实是报上午班的绘画课而已，所以我每天下午都是自由时间，我几乎都在工作。就这一周，因为我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想要135发片，然后我还有在发我的 Instagram 的短影片，因为最近真的是超多人看，然后就觉得哇好棒哦，我终于做对了什么事了吗？我终于凭借一己之力达到这种成就吗的感觉？以前都好像要跟谁才有办法有那么多人看，就是现在我终于凭借一己之力达到100多万人观看。主题是说，比如说去日本搭飞机前要准备好的5件事。原来我平常觉得超级简单的事情，就是以为大家都没有在 care 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大家最需要的事情。然后这其实也算是我的专业，但是很常会就是忽视自己的擅长或专业的事情。大家要注意啊，不要小看自己。最近有一个梗图很好笑，他说在学校学习外语，就是可能在台湾的补习班，很像填水，直接到国外学习外语，直接被泼水的感觉，就是你被强迫一定要用这边的语言，或是用英文的感觉，一直吸收的感觉。反正上课我觉得超实用，它就是真的直接让我们跟同学在用，因为同学有很多国家的人，我们班有法国人有4个，然后还有2加多人，那个2加多同学很可爱，他还送我们每一个人他那边的小东西，还有墨西哥人，还有荷兰人。荷兰人会讲中文，他爸妈是中国人吗？还是忘记了？还有瑞士人，然后还有印度同学。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就教はじめまして。耶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第2个问题跟第3问题就很有趣，是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？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呢？你的国家在哪里呢？再来就是お住まいはどちらですか？就是你住哪里？每天的老师都不一样，所以每天老师都会再问一次，所以就是每天都会练习到很多次。每一天上课，老师都会问说你今天几度？就是防疫的几度。熱は何度ですか？这时候回答就要学那个嘛，日文的数字怎么讲？36.8度です。很实用，我觉得很实用，我很喜欢这种方式，就是很实的在练习。就是我不是用背的，我是用的去记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还会教什么时间跟钱怎么讲。每天真的都会用到，就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就会看新闻，就会看到天气几度，然后现在几分，然后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买东西的时候就会看到多少钱，然后你就会很想要讲说到底是多少。我觉得1个礼拜可以有这样的深度，我很满足。但我觉得肯定会有那种日文很好的人在下面留言说这样也爽。我之前有一次入住寄宿家庭，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们这边很有乡下的感觉，然后结果就有人说你这区是日本的天龙国区，反正就说你这个新人来讲不懂就乱讲。可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他们的房子都矮矮的，很像台湾的乡下，就是台湾乡下才会有矮房子啊，所以那是一种称赞，就是很 chill 的感觉，对我来说。但可能是我没讲好，而且超好笑的，我们完全没有发现。我一开始在那边等那个轰爸来接我的时候，原来后面有人在偷尿尿。然后我也有拿给轰妈看，说你看这边有人在偷尿尿。然后他说他也超惊讶，他说正常来说不会有这种事。再来就是寄宿家庭，其实寄宿家庭就是要坐车1个小时嘛。我很快就习惯了，就在车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可以看书，然后或是用手机剪片，很快就过了，就是你随便滑几下就过了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我真的继续读下去的话，我应该会继续住在寄宿家庭吧，因为我蛮喜欢寄宿家庭的感觉，就是家里有人，然后回家不会只有1个人很孤独的，然后每天都可以跟后妈聊天，然后跟室友聊天，
我觉得蛮快乐的，所以应该会继续做下去。然后我有问红妈，她就说 OK， 得是哟。而且我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我变成了成熟的日本人。我有了日本的定期券诶 ，Passmo 是可以买定期券的，那有8折，我觉得还是差蛮多的，因为日本的交通好贵。但是我觉得我第一个礼拜有点太认真了，就是我除了读书之外，我几乎每天下课就回家工作，才能割舍。因为其实我也蛮乐在于工作，就是我喜欢拍片，我也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一切的感觉，我很乐在其中。但是这一切都是还是要花时间的，所以会压缩到其他事情。然后因为我决定挑战1周3更 YouTube 影片嘛，所以就会让我下课之后回到这边大概2、3点，就要工作到8、9、10点，包括吃晚饭啊、洗澡、睡觉的时候大概都11、12点。今天礼拜天嘛，然后礼拜6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状况。我觉得效率有变得越来越差，因为有点太满嘛，还是疲乏。所以我在想要不要之后可能减少一点，或者是1个礼拜发2支 YouTube 影片之类的哦。而且我有点开始不知道要拍什么，大家想要看我在日本挑战什么呢？可以帮我留言。我有把我每天想要做的事情、想要达成的事情写起来，包括运动，就是有拳击，我还找了这附近的gym，就是健身房可以重训的。我还买了滚筒，真的很夸张呢。我真的很想好好的生活呢，好好笑。就是因为我以前会去按摩，但我后来发现自己用滚筒做放松的运动更有效、更厉害，而且很省钱。然后我期许自己可以尽快、常常默写我学习到的日文，才能真正的把它记起来。但我还没做到，每天太满了，我就是每天拉出一点时间写功课，我还没写完今天的功课，可恶！对，因为我刚读到一半就去吃晚餐，然后回来之后就拍片，偶尔还要跟同学或朋友交流、吃饭、去玩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慢慢调整。那我想分享一下我住在寄宿家庭的一些文化差异，我觉得很有趣。红妈是日本人嘛，所以是日本妈妈。然后我的室友是德国人，然后我是台湾人，所以我们每次都会有3种不同的文化在聊。今天中午就跟德国室友聊到说，《铃芽之旅》这个电影在台湾跟在德国的翻译是不一样的。《铃芽之旅》make sense， 就是它跟这个故事是有相关的，它是女主角的这个旅程嘛。然后日本原本的名字的话是铃芽的门锁，这个跟这个故事也是有 make sense， 就是有相关联。但是德国的名字我们超不懂为什么会是那个意思的，我请翻译姐姐念给你听。Weathering with you, the girl who touched the sun. Weathering with you, das Mädchen, das die Sonne berührte. 那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触摸太阳的女孩。然后我看了2次电影，我一直想不到跟太阳有什么关系。因为它是一个跟地震有关系的故事，我不知道跟太阳有什么关系。然后我朋友给我一个解释，他觉得是太阳给他们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整体呼应了地震过后阳光又再一次照到阴霾之地的形象。给过，非常的诗情画意哦。然后还有聊到一个，我的德国室友跟我说，他们的高速公路没有限速，你要开多快都可以。他们高速公路标志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，就代表你要开多快都可以。我就问他说他会开多快，他说他最快会开到180，我们最快只能开到110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其实因为我最快只开到70左右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是不是会有很多意外？他说对，每天都会有。我说那是不是因为没有限速？他就说是哦。然后他还有说，他们的高速公路，如果你要超车的话，有规定只能从左边。然后，而且我们一样都是最左边那一条是最快的，最右边那一条是最慢的，一样，这是一样的文化。下午后妈还找我们去吃下午茶，我真的觉得吃很多餐，礼拜天真的要去健身房了啦。反正我们在吃下午茶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日本的开学典礼，就后妈就说，对日本人来说，开学典礼很重要。他们的双亲一定都会穿得很正式，像西装或是和服。我真的完蛋，我来一下子我的中文就要忘了。反正他们就会穿得很正式去参加他们的开学典礼。如
如果没有去的话，小孩子会非常难过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台湾的话没有啊，我们就是第一天就去上课，没有什么开学典礼。然后他就超级惊讶，他们的毕业典礼也是很真实。然后就聊到说，好像在红妈那个年代，很多老婆就是结婚之后就不会工作，然后就在家里带小孩。然后就问他说，不会觉得很无聊是怎么样的吗？他说他其实很 enjoy照顾小孩，因为可能他做寄宿家庭，接待各国的小孩，也有同样的 feel 吧。但每次我们回家或是吃饭的时候，他都会问我们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学了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德国室友就说，德国的妈妈如果怀孕的话，是有3年的休息，而且是带薪，就是那个公司的老板会给他50%的薪水，让他在家里3年。那如果你生第2个的话，就6年。对孕妇感觉蛮好的。台湾好像也有一些生小孩的补助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3年6年很狂欸。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，台湾人的英文名字对他们来说很有趣。台湾人的英文名字就是我们小时候幼稚园的第1堂英文课那个外籍老师取的之类的，就是老师说什么你的英文名字就是什么，可能没有什么原因。像我的是有连结的，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真，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Jenny， 但是日本人不干这种事情。一开始来日本，我第1天开学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就是上课第1天，日本老师会帮我们取个日文名字，结果没有，他就直接叫我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过去。然后欧美人的也是，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叫 Jenny， 他就直接用片假名翻成 J-A 你，就是日式的发音 J-A 你，这就是我的日文名字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哈，我们没有那个4个字的日文名字吗？我就想说，我想要。然后我刚才问后妈说，可不可以，就是有可能请你帮我取一个日文名字吗？他就愣住，我就说，是有点难吗？还是有点奇怪？然后他就超奇怪。他们想说，可是如果是后妈帮我取日文名字的话，那很有意义耶。我可能可以就是用他们的姓吗？那确实好像对他们来说是很怪的事情，毕竟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家人。但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，就是日本人很尊重我们原本的名字，就是我就直接是我的姓，就是叶桑。为什么会聊到这个？就是因为就是我来寄宿家庭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叫 Jenny， 然后大家都叫 Jenny， 但是我在学校是叶桑。我的德国室友就超 confused， 就是你到底叫什么？你怎么叫 Jenny 又叫叶桑？然后我还有超多名字，我还有 YJ， 我还有一个收件的名字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超级有趣，就是一个这个文化的差异。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名字，然后我们的英文名字也可以想改就改，就是我们不喜欢就改。没有关系，就是除了 passport 上面的名字跟我们的本名 ID card 上面的名字不能改之外，其他的名字你想改就改。但对日本人来讲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他们上英文课的时候，怎么叫学生的名字一样，也是用他们的日文名字翻译成英文，直接叫那个名字，他们不会重新取一个。我觉得真的很尊重大家自己的名字的文化的感觉，大概是这样吧。这是我这一周上课跟在寄宿家庭的心得，跟一些文化差异分享。我要继续写功课了。欧亚斯咪，晚安，拜拜。我是女神孩子，喜欢留学系列的话，欢迎点进去我的频道里面订阅观看，我们会持续记录分享。拜拜。